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 NA 新推出的这一套浪花的小套装，2个1盒的形式在大黄蜂和飞过山的时候运用过，而这一次的浪花也是和自己的重图百变雄狮的战舰混搭在了一起。来看玩具的实物，非常小巧迷你的一辆气垫船，那整个的一个蓝色的金属漆涂装效果，质感还是非常强烈的。小枪可以搭载在船头，窗户这里也是用蓝色的透明零件，里边应该是银漆的点缀。后边2个螺旋桨是金属的零件，转动起来也是比较溜的。额外的配件内容还有一个蓝色透明零件的水波纹，卡在下方的孔里，搭配起来的效果，在水面上全速前进，激起的小浪花，人如其名，造型还不错吧，挺可爱的。来看这一次非常简单好玩的变形过程，翻到底盘来，我们先把胳膊从这里边拆开扣子，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！我看网上有一些朋友反馈，这个关节这里蹭漆，就是你在旋转的时候，注意这一块的边缘，它这个球形关节挺紧的，夹角的地方别卷到了。然后把这一节对折一下，插住，小手臂就这么简单的卷出来了。调整一下角度。上方的这一块整体往起立，肚子这里旋转180度，拧过来，形成浪花的那个大肚腩。翻到后背来，顺着一侧的方向抠开这个卡子，脑袋从里面顶出来，腰部这里根部是双段的关节，我们往下拉，其实挺小的一个折动幅度啊，拉下来盖上。双腿分开，腿部的变形非常的有趣。我们先把它折叠一个90度立上来，然后整体旋转180，把大脚丫子从这样放出来，再拧180，调到正面来。船头侧面这里顺着这块缝隙抠开，拧180度，然后把这一块半圆的地方往后折叠90度，往下一卡。形成了它的脚底，而且把这一块的船头也缩窄了一些，进行了一个形变。零件的运用妙了。抠，炸开，拧180度贴，搞定。非常简单好玩的一个变形过程，人形处理完的效果也是极好的。体态方面，对于动画的一个还原度还是忠实的。肚子这一块鼓鼓的，而且整个身体的造型360度看一下的话，还不错啊。可动的部分，头部这里是一个开口的球碗，可以上抬，左右旋转，这个手指的操作空间太小了。手臂平举，作为一个开口的球碗没有问题。360度旋转，挺紧的这个轴，也是注意这个边缘和这里不要蹭到漆。胳膊肘90度折叠，旋转也是变形的需要，手腕不能动。腰部左右其实是可以旋转的，因为变形的需要也有一定的弯腰处理。但是这一块好像并不能锁得太严实。胯部球形关节前后左右活动都没有问题，膝盖左右可以转动。脚踝左右的接地关节，其实它是把变形也融入了这个接地关节的设计啊，180度从脚踝翻折，这个设计感还是挺有趣的。正好重图版放在了一个盒子里边，我们也是做一下逆变吧，就是边变这个，我们边聊一聊这百变雄狮的配色啊。这个叫做战舰的角色，其实后来属于是变形金刚孩之宝这边收购了百变雄狮的版权之后，在伊湖北限定里边推出的迷你小套装。之前我们有看过大黄蜂，就是杀人蜂的那个系列里边出的套装，后来也是这个套装还挺受欢迎的。后续呢就继续做了百变雄狮相关的角色，也是把这些。当时可以说是比较人气吧，在80、90年代，毕竟百变雄狮在那时候挺火的嘛，也是相继的做了出来啊。到时候反正 G1 这边该出的这些角色模具也都出的差不多了，孩之宝也是想着变着法挣钱嘛，结果就重涂了一些，卖的还可以吧。
倒是很多喜欢记忆老玩具的玩家，虽然他们的角色已经设定为什么，就穿越角色啊，属于从百变雄狮的世界观里边穿越到了变形金刚的世界观，所谓 Saberton 这边。而整个呢，造型方面其实和百变雄狮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，都是变形金刚的重涂。我们之前在杀人蜂那期重涂里边也提到过，它等于就是借用了一个名字，而人形伪装形态啊，就跟以前的玩具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。还是保主啊，人为卖自己的玩具嘛。所以说这就是资本运作了，我把你版权收购过来，然后雪藏，以后世界上没有人会知道百变雄狮，只记得变形金刚。然后你们里边的角色的名字呢，我也拿来用，到时候大家慢慢的习以为常的就认可了。战舰这个角色就是属于变形金刚浪花模具的重涂，你看计划通吧。来看一下这一回变成载具以后啊，我觉得这个载具会比浪花原色做的更帅气一些。深蓝色的这个金属漆啊，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质感。这一块的头造型有改，原先浪花的这个上面是一个圆头的，短一些，而战舰的这个呢，尖尖的，进攻性更强。哎，好像两个鲨鱼嘴似的。后边的金属零件也由3叶的螺旋桨变成了导弹的4个小尾翼。所以这个所谓气垫船啊，应该不是靠这个玩意儿当动力的，这个上面只是2个武器会啾啾的发射出去。而且就算是一个换色重涂的角色，做的也算是有一些诚意啊，该换的零件了，该换的造型了，也是比较点题的。浪花这个角色在记忆动画片里边也是属于有自己独立剧情、独立剧集单元的，所谓人气也不差吧。这一次的小迷你战士啊，做出来同样保持着 NA 加精致、小巧、变形还很好玩的一些技术特点啊。人形到头顶大概在 5.5 公分左右，当然到螺旋桨就 6.5 了。所以总结 ，NA 在浪花这个模具依旧保持了优秀的设计感觉以及不错的做工质感，涂装漆面什么的都非常漂亮，人形体态拿捏的也很到位。重涂的这款战舰的角色啊，在诚意方面做的还可以啊，不管说是涂装，还有在改模的部分，零件的一些造型刻画上边也还不错。那么这一集就是这样了，你喜不喜欢这样的原色带重涂的套装呢？